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聊一聊2020年的中国经济可能会有哪些趋势现象。那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呢，已经跟大家谈了4项趋势，不晓得您还记不记得呢？我们帮大家快速的重复一下，包括了趋势1，多空交战，中国经济持续下滑；趋势2，美中达成初步贸易协议，结构性改革难达成；趋势3，企业倒债，政府债台高筑，中国债务风暴扩大；趋势4，债务风暴拖累，金融系统性风险升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5项中国经济趋势。趋势5，国进民退，公私合营，民企缺乏信心。在上集节目中，我们提到过，许多中国企业面临庞大的债务压力，资金周转出现困难。那有不少企业呢，向中共政府求援，结果导致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在政府资金进入之后呢，就变成了国有企业，由党国来支配，或者是党国代表在企业内部取得了主导权。那根据统计呢，截至12月9号，今年中国有188家上市公司完成控制权的变更，那其中有41家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个人变更为中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或者呢变更为地方政府的国资委，占比将近1/4。那这41家企业呢，总市值高达2200亿人民币。那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中共在为企业纾困，但是许多人质疑，其实这是中共趁火打劫，推动所谓的公私合营。什么是公私合营呢？中共在1950年代曾经推动这项政治运动。那简单的说啊，就是党国呢用很低的代价夺取私有企业的庞大资产，并吞民营企业，让党国呢可以支配企业的经营与资产。那说白了，就是共产党在供民企的资产，让党国壮大，但也同时造成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的现象。此外，杭州政府呢日前也派出100名官员进驻当地的100家重点企业，包括阿里巴巴、吉利控股等等啊。那表面上说是要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各类政府事务，来进行全方位的服务保障。但是呢，民间普遍认为这是中共推动公私合营并吞民企的前奏。而且呢，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联想的柳传志以及京东的刘强东等等知名企业家呢，都陆续的宣布他们卸任重要职务。那也被外界认为啊，他们是受到中共国进民退的政策压力，不得不对企业放手。那预计呢，这股国进民退的政策路线呢，在明年还会继续推进。虽然可以扩大中共的党国资产规模以及经济的支配权，但是呢，却会让民营企业家信心不足缺少安全感，从而呢减少投资，导致经济下滑，甚至呢还会把资产转移到海外去避险，避免被党中央进一步共产。趋势6，房企大规模倒闭，房市下滑。中国房市持续走下坡，是今年的明显趋势。先来看几个数据哦。根据统计呢，截至11月20号，今年内宣告破产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已经有446家，创下空前纪录。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天有1.5家房企破产。另外呢，根据企业征信机构企查查的数据呢，截至12月10号中国已经有89921家房地产业的相关公司停止营业。那同一时间之内，新成立的房地产业公司呢，有68860家。那算一算下来今年中国房地产业公司呢，实际上减少超过21000家，相当惊人。那不仅是房地产业者经营困难，陷入寒冬，那全国房价呢也跟着下滑。根据中共统计呢，今年11月，中国70个大型与中型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只有44个城市出现房价上涨，比10月份呢减少了6个城市。而房价下滑的城市呢，却增加了21个，是今年的最高纪录。而房地产信息公司诸葛找房呢，也指出，11月的二手住宅市场呢，有45个城市出现平均房价上涨的情形。另外，有54个城市出现平均房价下跌，跌幅呢为 1.23%， 比前一个月呢扩大了 0.1个百分点。还有一个城市的平均房价与上个月持平，所以可以看见中国房市整体上呈现着下滑的走势。
我们之前在中国债务风暴的节目里呢，跟大家讨论过，造成这一波房企破产潮和房价下滑的主因呢，主要有4个，包括了市场供过于求、企业外移、经济下滑、市场需求下降、地产商负债过高、急于套现周转，以及呢中共当局收紧资金链、政策多变。那简单的说在当前整体大环境不景气底下呢，房产业者呢不仅房子不好卖，身上呢还背着大量的债务要还。但是呢，业者借钱的渠道，也就是管道呢越来越少了，也就是呢他们再融资的能力越来越小。那不但会让业者很难借新还旧，也很容易造成业者入不敷出、周转不灵，从而呢纷纷倒闭或者重整。像福建知名的福盛集团以及重庆第3大房企协信控股2家业者最近呢纷纷出售自己的项目来寻求资金纾困，就是很典型的案例。而即便是像恒大、万科、碧桂园这一些一级房企呢，也同样背负着巨额债务，同时呢内部裁员，减少营运的开支。光是恒大集团今年上半年的负债就暴增200亿美元，总金额高达1137亿美元，成为中国非金融企业的第1富豪，是负债的负。所以呢，可以预期，明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依然是压力沉重，特别是经济低迷、市场购买力下降、当局收紧房地产融资，以及呢房企巨额债务即将到期等等因素，都是房企明年的主要压力来源。因此，有专家预期未来中国几年内呢，只能有20%的地产商能够存活，那其他80%呢会人间蒸发。而且呢，别忘了那些房企的巨额债务也将成为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未爆弹。趋势7，经济前景看空，企业外移，投资减少。过去1年多以来已经有大量的制造业陆续撤离中国，或者将部分的产能转移到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也就是印尼，还有东欧的捷克或者北美的墨西哥等地。那像中国最大的自行车制造商上海吉纳尔运动器材公司呢，已经准备在柬埔寨设厂，借此降低劳工成本，以及避开美国和欧洲对中国产品的高关税。那企业外移的主因呢，包括了美洲贸易战的冲击、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有中国前景看空等等。那企业的外移势必会造成中国投资大幅减少。像今年前11个月，中国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呢，增长幅度下降到只有2.5%，是2004年以来最低的一次。那怎么解读呢？就是制造业对未来没有信心，不太愿意花钱投资，避免赔本。而且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的制造商呢，超过2300家。那其中呢，有将近一半的制造商在今年第3季度的出现获利下降的情况。那这不仅反映出中国环境不景气影响了企业获利，也会降低企业再投资的意愿。趋势8，经济下滑，投资减，规模性失业潮可能浮现。企业撤离中国呢，就会带走就业机会，但是即便企业不撤离，但是减少投资，也同样会减少中国的就业机会。所以呢，大规模的失业潮是中共目前最担心的危机。因为呢，这不只是经济危机，失业还会衍生成政治危机，动摇中共政权。那根据中共官方数据11月的中国城镇失业率是5.1%，比去年同期的4.8%高了一些。那我们过去也提到过，中国的真实失业率一直是个谜，是中共的核心机密。那有人就推估，中国全国的实际失业率呢，可能超过25%。那姑且不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是呢，从最近官方的一连串动作可以看出，失业问题很可能确实在恶化。12月12号，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那党媒报道称习近平强调，明年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呢是6稳，而6稳当中排名第1的就是稳就业。那到了24号，中共国务院又发布一项文件，列出了26条意见。要求呢，地方政府做好稳就业工作，还要全力防范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并且呢，要求企业规范裁员的行为。我们说过好几次每当中共喊出什么的时候呢，就是缺什么的时候，要反过来解读才能看到真相。
那最近北京当局呢一直高喊稳就业，要防范规模性失业，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实际就业情况呢相当不稳，而且很可能会出现规模性的失业潮，这是中共最担心的经济危机。那中共的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也说了，如果明年要基本满足800多万大学生以及300万农村居民到城市的就业需求，那么就需要经济增长呢保持在6%左右才能实现。但是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中也提到过了，目前包括中共的官方智库以及海外的投资机构都评估，明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会低于6%。那再加上企业外移以及投资减少，所以呢，明年中国的失业问题恐怕只会更加恶化。那这也是中共为什么最近一直高喊稳就业的原因。一旦就业不足失业人口增加，那不但会造成民间消费和市场需求下降，那大规模的失业还会造成民众不满，走上街头进行集体抗争。那现在香港已经有个反送中运动，如果中国各地再出现更多的反失业抗争，那中共政权呢势必就会岌岌可危。趋势9，通货膨胀可能缓解，粮食供应仍有风险。通货膨胀是中国今年最严重的经济问题之一，特别是受到非洲猪瘟影响，造成猪肉价格不断飙涨。那再加上美中贸易战导致中国进口商品减少，也促使中国物价持续上扬。根据官方数据今年全年的物价指数不断上升，11月的物价指数上升到 4.5%， 已经创8年来新高。那特别是猪肉的昂贵程度不但让人挂起了猪肉项链来炫富，还让民众为了买猪肉而抢成一团，甚至呢，猪肉也成为小偷偷窃的抢手货，吃不到猪肉呢，也让民众抱怨连连。而且，中国近期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导致水灾、风灾、旱灾接连不断，重创了粮食产量。再加上会吃掉大量农作物的秋行菌虫呢，明年很可能会在中国大规模爆发。因此，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已经拉警报。根据中共农业部预测202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大约是 5.54 亿吨，而实际需求量呢却是7亿吨。粮食缺口会将近2亿吨，而且呢，今年10月，中共发布了《中国粮食安全白皮书》，这是中共23年来第一次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报告。那当中也提到美中贸易战和气候变迁呢，造成粮食供应的不稳定性增加。中共官方罕见地公布这些粮食数据某种程度也证实粮食供应不足已经和失业潮一样，成为中共最害怕的政权挑战。因此呢，中共近期不但已经在向美国采购猪肉、大豆等等粮食，还主动呢降低猪肉的关税，还向日本采购牛肉，想借此缓解国内的肉类价格飙涨以及呢粮食短缺的问题，缓解中共的生存危机。那目前美中双方有可能在1月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到时候呢，中方就会扩大进口美国农产品和其他商品。因此，中国的通货膨胀有可能在明年出现缓和的迹象。不过呢，如果贸易协议突然出现变数，或者关税再加上去，或者呢发生特殊的情况，导致人们抛售人民币、抢购外汇，那通货膨胀就会再次飙升。另外如果秋行菌虫的灾情严重，或者水灾、旱灾频繁，或者呢又出现其他的动植物疫情，比方说鸡瘟禽流感等等也会呢再次促使粮食价格飞涨，通货膨胀飙升。好，以上就是明年中国经济呢可能出现的其他5项趋势，我们再重复一遍。趋势5，国进民退，公私合营，民企缺乏信心。趋势6，房企大规模倒闭，房市下滑。趋势7，经济前景看空，企业外移，投资减少。趋势8，经济下滑，投资减，规模性失业潮可能浮现。趋势9，通货膨胀可能缓解，粮食供应仍有风险。的确目前看起来明年中国经济确实面临不少挑战与难题。但是呢，这些难题很多是由于中共常年的集权统治以及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造成的。大家可以仔细的想想看。那最后我们要再强调的是我们带大家看中国经济趋势呢，绝对不是为了唱衰中国，而是因为在中共的集权体制底下，有太多资讯不透明，太多风险被掩盖，
所以我们希望帮大家一起观察整个局面与风险，看见危机与转机，才能有所防范，尽量降低风险与损失。好，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那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后，请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呢，当我们有新的节目出来，你才会收到通知。我们下次再见。